永乐22年正月，北方鞑靼部频繁地进犯边关，朱棣气急败坏，不顾重臣的反对，决意要进行第5次北征。陛下，大明的威严自然不容侵犯，可是数年频繁北伐，如今户部空虚，强行开启新一轮的北伐，不说将士疲惫，就说这后勤粮草也根本补给不上啊！方斌，你乃兵部尚书，代表着大明的军队，如今鞑靼部进犯我大明边关，这是在打大明的脸，在打朕的脸，也是在打你方斌的脸。再说了，你是兵部尚书，粮草的问题自然由户部解决。哼，如今你只需要告诉朕，这北伐你觉得应不应该去？臣觉得大明如今需要的是休养生息。鞑靼部每年冬季都想要进犯边关，可他们根本不敢深入，只需要忍让几年，等。你给朕闭嘴吧！你这兵部尚书看来是当到头了，给朕滚！你若再多说一个字，朕诛你9族！没说话的夏元吉自然很了解自家皇帝的脾气，可身为户部尚书，也需要考虑朝廷的财政压力。自陛下登基之后，连年出兵，更有无功而返，军马储备已损失了10之8九。如今各地灾荒不断，况且陛下您圣体欠安，更加需要调养。若是一定要打这一仗，臣咬咬牙，就算东拼西凑，也能凑出一部分粮草。可是还请陛下为大局考虑，请派遣其他将领出征。你是想让朕当懦夫吗？朕征战一生，若是死在了战场上，这是朕最好的归宿。朕很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这一仗朕必须亲自去，也必须亲手为大明打出未来50年的和平。你支持也好，不支持也罢，朕一定会去做。你若是不支持朕，那朕就换个户部尚书。朕就不信了，大明这么多官吏，找不到几个愿意听朕话的人。哼，就算陛下要革了臣职，臣还是坚持无论如何，陛下不可再亲征了。夏元吉跟朱棣一样是一个固执的人，他直接把自己的乌纱帽从头上拿了下来。臣恳请陛下切勿御驾亲征。来人，把夏元吉打入大牢。陛下，你就听臣一次吧，以圣体为重啊！直接去把夏元吉家给抄了，朕倒是要看看这家伙会不会后悔。当晚，夏元吉被朱棣一怒之下抄家关进大牢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京城。兵部尚书方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自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惹怒了陛下，当晚竟然因为害怕在家中自缢了。太子朱高炽想来求情，直接被拒之门外，仿佛整个紫禁城所有人都站在了朱棣的对立面。心情烦躁的朱棣来到了祠堂之中，看着祠堂正中摆放着朱元璋的灵位，永乐突然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觉得委屈，想要跟自己的爹倾诉。爹啊，如今我已经64岁了，年少时我开20宫不在话下，可如今就连10宫都拉不满了。爹啊，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就要来找你了吧。等我下去见你了，你就算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生气的，因为我成了咱们老朱家万古不易的贼了。爹，这些年我宵衣干食，不敢有任何一丝的松懈，因为这江山是我抢来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背后骂我是窃国贼，我必须做的比任何人都要好，这样我才有脸下去见你。所以这些年我亲自杀入漠北，我要为大明杀出一个朗朗乾坤。我爬冰卧雪，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，所做的一切我都是想要证明我朱棣不比任何人差。我也希望爹你在天之灵能够看到我的努力。老四啊，咱不怪你。爹，你这是从鬼门关溜出来了。混账东西，你就这么盼着你爹死吗？赵长歌这时仔细地给朱棣解释了一番，他们从洪武而来。朱棣虽然觉得离谱，但是自己的亲爹他是不会认错了，毕竟朱元璋的气势就不是别人可以模仿的。爹，那您来之前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了。朱元璋看着朱棣心虚的模样，没好气的想要拍朱棣的脑袋，可是一看朱棣头发都比自己白了，伸出来的手愣是停在了半空。说实话，刚听到这时，咱是非常的生气，还想着若是见到你必须揍一顿。你也就是运气好，看在你做的还不错的份上，加上咱之前去了一趟剑门朝，见到了中年的你，那小子替你受过了。爹，能够再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。咱没死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有什么好哭的？爹，我的大孙朱瞻基您还没有见过吧？他从小听您的故事长大，对你可崇拜了，要不要见见他？去把他叫来吧。自家爷爷那可是永乐皇帝呀，怎么还有人敢当着爷爷面坐龙椅的？爹，这就是咱大孙子，您瞧瞧是不是很像我？这小子还不错。瞻基还傻站着做什么？快拜见你曾祖父。朱棣知道朱瞻基的心里有疑惑，所以简单的把朱元璋为什么会出现解释了一遍。对于这个能够穿越时空的奇人，朱棣也是非常的敬佩的。而少年心性的朱瞻基看到赵长歌的时候，两眼都放光了。老四刚刚在祠堂的时候，咱听你说你打算第5次出征漠北，这么说来如今是永乐22年。是啊，老四听咱一句劝，这一次北征放弃吧。爹，为什么你也要劝我？因为你会死在这一次北伐途中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要出征漠北，战死沙场本就是我的夙愿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非常清楚，这一次北征我就没有想能活着回来，只是我想知道这一仗我打赢了吗？果然是永乐大帝，即使死也要死在沙场之上，赢了却又没赢。还请先生言明，什么叫赢了又没赢？
如果按照你出征前的目的来说，这一次北征是失败的，因为这一次你规模浩大的北伐，连阿鲁台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大明的遗憾到底是什么？如果说带着朱元璋穿越后世而去，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？第5次北征是失败的，明军主力获悉阿鲁台逃往达兰纳莫尔河，便全军急速追击，可是追击了数百里，却没有见到阿鲁台部的踪迹，最终因为粮草耗尽，不得已班师回朝。怎么会连阿鲁台都没有找到？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，难道我这一次北征真是错误的吗？对于你的第5次北征后事褒贬不一，有些人说你劳民伤财，大军出征最终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也有人说你这一次虽然没有干掉阿鲁台，但是班师的时候却灭掉了伟大甩不掉的朵颜三位。不够，这远远不够。朕顶着这么大的压力，几乎掏空了朝廷的家底北征，可不是灭了区区朵颜三位就能够赚回本的。是啊，兴师动众的第5次北征及最终的战果其实并不如人意。如今永乐陛下，你既然都知道了结果，为何不放弃北征呢？而且你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你继续在战场上统兵了。先生既然来自后世，显然对朕有一定的了解，那你说说，朕会放弃北征吗？不会，因为你是永乐大帝，你不会畏惧死亡，而且既然都知道了结局，以你的脾气，反而会坚定北征的信念，然后想要亲手打破曾经的结局，使这一次北征达到你理想的目的。因为永乐皇帝绝对不会因为所谓的未来或者天命而选择屈服。先生大才，这话真的是说到朕心里去了。这赵小子怎么在拍老四的马屁？他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咱啊！对了，你说这一次北征朕会死在回师的途中，那朕驾崩后是否是太子朱高炽继位？没错，你驾崩后，太子朱高炽继位，改元洪熙，庙号仁宗。仁宗这庙号倒也贴切，老大这家伙心就是太软了，一点都没有继承到咱的果断。爷爷，我爹虽然人善，但是并不心软，他只是……行了，你也别为你爹说话了。说实话，你爹那性子，朕从小就不喜欢。咱之前听赵小子说过，朱高炽这小子治国水平相当的优秀，而且非常的像咱的彪。朱棣这方面，你可不如你的儿子，你穷兵黩武，若不是高炽替你稳定后方，你这永乐朝早就内忧外患了。说到这个，后世有句玩笑话，永乐大帝就是朱高炽的征北大将军。这很好笑的吗？为永乐不要面子的吗？从老大的庙号看出来，他登基后应该做的还不错吧。在历史上对于仁宗的评价还是挺高的，他登基后停止了大规模用兵修整武备，让天下的百姓得到了休息，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，废除了许多苛政，还顺便调整了统治机构，提高了内阁的地位。老大做的的确不错，不过朕死在北征途中，并没有来得及处理好一些事情，老二老三会不服气的吧？老三就是个墙头草，哪里强势就占哪里，不足为虑，但是老二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啊。仁宗登基汉王自然是不服气的，可是仁宗当了这么多年太子，朝野内外几乎都是仁宗的人。仁宗虽然心地善良，可手段从来不弱，汉王心有不满，但是很快就被仁宗化解。好啊，幸好没有出现自己最不想见到的画面，看来自己立老大为太子是正确的。仁宗在历史上的评价很不错，很多人都惋惜仁宗若是可以活得久一点，或许大明会变得更加强大吧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爹他怎么了？仁宗在位仅10个月便病逝了，史书上对于仁宗的记录的并不详细，也使对于仁宗的死亡原因倒是有很多的猜测。有人觉得仁宗是因为肥胖过度身体不好最终猝死，也有人觉得是吃丹药被毒死，还有人说是纵欲过度，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皇太子朱瞻基不满仁宗下手谋害了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对我爹下手呢？你紧张什么？都说了，只是后人的猜测罢了。赵先生，我绝对不会对我爹下手的。我承认自己对于皇位有想法，但是我爹既然都登基了，那皇位舍我其谁？我又何必做这样肮脏的事情呢？都是野史中的记载，其原因便是仁宗死的时候，你被仁宗罚到了南京，可从仁宗得病照你回京计算，你只用了22天便回到了北京，甚至你在南京的时候，南京城就已经传出了仁宗驾崩的消息，而那个时候北京都还没有发丧，这消息竟然提前被你知道了，所以后世才有人猜测，或许仁宗的死你早就知道，甚至与你有关。我既然知道我爹病了，自然一路上快马加鞭，不敢停歇，这22天回到北京也是有可能的啊。所以说了，这只是野史的猜测，并不能作数的。不过我本人更加倾向于是因为身体肥胖引发的疾病。詹基乃是朕定下的皇太孙，高炽登基后，詹基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。想当初谢晋曾说过，好圣孙大明渴望3代，朕就早早的定下了詹基的地位。就是朕驾崩后，高炽也没有胆子废掉詹基，所以詹基绝对不会对自己的爹下手。赵先生，能不能求你一件事？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检查一下朱高炽的身体，若是真的因为身体原因才病逝的话，应该还能挽救。那就多谢赵先生了。
赵先生，咱有一个地方不是很了解，刚刚咱似乎听你说到朱高炽提高内阁地位，这内阁是什么东西？随后赵长歌就给三人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那个是什么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咱们的宣德皇帝了。我宣德皇帝，没错，仁宗驾崩之后，你就登基了。你登基后，任用三杨等人整顿统治机构，休养生息，跟仁宗一起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。朕的大孙确实没有让朕失望啊，一切都是爷爷教育的好。你延续了永乐皇帝的遗志，进行了第7次下西洋，使大明的威名在海外远扬。但是你之后却违背了太祖朱元璋宦官不得读书的祖训，在宫内设立了内书堂，选择小太监为内侍，命大学士陈山为教习教他们读书识字。也正是这个举动，给大明后面造成了不小的危害。大明的遗憾到底是什么？如果说带着朱元璋穿越后世而去，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？老四，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孙子啊！给朕跪下！赵小子，你继续说，这群小太监最终怎么给大明造成危害了？其实如果仅仅是教太监读书也就算了，可是这太监会读书写字了之后，等同于扫除了他们参政乱政的最后一道屏障。而偏偏你为了自己减轻压力，赋予了太监批红权，你用太监来制衡朝堂，因为你有威望有手段，所以不管是太监还是朝臣，最终形成了平衡，而你的皇权永远凌驾他们之上。可惜你开了个头，而你的后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拥有了批红权的太监开始制霸朝堂。明朝后面可是出现了不少权力滔天的大太监，甚至连内阁老都需要看他们的脸色，其中一个更是被称9900岁。好狂妄的太监，跟咱不就只差一个名头了？老四，你今天别拦着咱今天必须打死这个混账东西！老朱，你急什么啊？再好的政策也要看是谁去执行。不是我说，明朝后期有不少皇帝，单纯是个人能力出了问题，也不能全部怪在制度上。不是你小子，怎么还帮他说话呢？客观来说，这太监的批红权虽然是宣德皇帝赋予太监的，但那是因为宣德皇帝有能力有把握控制住这帮宦官。后世对于宣德皇帝的功绩还是十分认可的，并且称呼他为六边形战士，认为宣德皇帝是个没有什么太大短板的皇帝。可惜在位10年便驾崩了。这是为何？詹基为什么会早逝？他的身体一向不错，而且朕从詹基幼年起便带在身边培养，在军中更是让詹基与将士们一起操练，他不该会英年早逝的。爷爷没事的，这一切不是还没有发生吗？就是啊，老四，咱跟赵小子既然来了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娘都能治好，高炽跟詹基也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史书上对于宣宗的死记录也并不详细，具体原因也未知。不过后世猜测死因或是服用金丹，或是操劳多度，亦可能是宣宗年轻时在战场上受伤，并未养好身体。从今往后，宫中不允许再出现金丹。你跟你爹谁若是再敢吃朕，就打断他的腿。永乐陛下放心吧，后世的医疗水平很高，定能医治他们病的。爹，你听到刚刚赵先生说的了吗？詹基可是号称全能的皇帝啊，我是真心为他骄傲。所以就算朱瞻基把自己的亲叔叔烤了，你也为他感到骄傲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不是说老大登基后原谅了老二吗？仁宗朱高炽是原谅了汉王，但是宣宗朱瞻基没有原谅啊。虽然其中也有汉王的咎由自取，不过汉王最终被朱瞻基用铜缸罩住，然后用炭火活活的烤死了。朱棣因为自己发动靖难之役，一直都担心开了一个不好的头，可没有想到最终最不想见到的还是发生了。你爷爷，这与我无关啊，那是未来的我啊。再说赵先生也说了，二叔那是咎由自取啊。我虽然不喜欢二叔，可是我顾及到爷爷绝对不会轻易下手的，肯定是二叔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，我才会忍不住动手的。老四啊，老四，这说到底，一切都是因为你带坏了头。赵先生可否详细说说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朱高煦在乐安谋反被囚禁，但是一直都不思悔改。明宣宗朱瞻基也经常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，可朱高煦一直都对朱瞻基感到不满，甚至觉得被囚禁是对他的羞辱，故此有一次故意伸腿把朱瞻基绊倒了。要知道那时候的朱瞻基可是皇帝，他肯定也要面子啊！被朱高煦这般羞辱，朱瞻基一怒之下直接命人把朱高煦放在缸里烤死了。朱高煦这是在主动求死，毕竟本质上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造孽啊！老四，趁着这一切还没有发生，还是有机会避免的嘛。说到底，这一切其实跟永乐皇帝你老人家也脱不了干系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不知道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家人流血。可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汉王对于皇位有了执念，而恰恰这执念是您给的啊！若不是你自小就对汉王的偏爱，若不是你跟汉王说太子多病，汝当勉励之，汉王又岂会对皇位这般执着？的确是我的错啊，可如今老二的野心已经起了，再想要压下去恐怕不容易啊。老二虽然惧我，可我多次警告老二从没有放在心上，对于这件事情我如今也是感到有些棘手啊。
老四啊老四，常哥说你乃是我大明唯一一个可以跟咱比肩的皇帝，咱对你还颇有期望。可现在看看你老四也没有什么长进嘛，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。你看看咱手下的儿子哪一个不是对咱服服帖帖的？怎么可能有你这样的烦恼？爹当然是最厉害的，要不然怎么会我是儿子呢？这样吧，咱来帮你管教定能让他服服帖帖的。来人，去把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叫过来。门外的侍卫第一时间就去把这3人传唤了过来。3人在大殿门口相遇，朱高煦大步走到朱高炽的面前问道：老大，你知道咱爹召见我们是什么事情吗？难不成是关于北征的事情？应该不是吧？不过老二如今朝堂上都在反对北征，你想想办法劝劝咱爹。如今将士疲惫，国库空虚，并不是北征的好时候啊。况且咱爹那身体该好好的休养了。我凭什么帮你劝他？我自己都想领兵出征呢。老二，你不能这么想啊！北征并不是小事，也要考虑国库的压力，还有曹中文武的情绪啊。大明的遗憾到底是什么？如果说带着朱元璋穿越后世而去，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怎么会看到太祖呢？都傻站着干嘛？还不快点拜见你们的皇爷爷！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微微的点了点头，打量着朱棣的3个儿子，然后一步步朝着朱高煦走了过去。当看到太祖的靴子停留在自己的面前，跪在地上的朱高煦感觉自己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了。朱高煦，孙儿在。咱听说你对哥哥的太子之位一直念念不忘啊。孙儿不敢。你最好不敢，既然你爹已经定下了太子之位，而且这太子监国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，身为臣子，你应该做的是好好辅佐太子，而不是生出不该有的野心。孙儿遵命。这小子答应的这么快，反而证明了他的回答是违心的，看我整不整你就完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四稍后就让他就翻吧，总是留在京中也不是个事。我明白了，可是爹，我打算让老二跟着我一起北征，等北征结束再让他就翻吧。朱高煦，咱让你就翻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要知道，若是继续对储君之位有幻想，那么你今后可是会死的。朱高煦也是个硬骨头，见太祖如此逼迫，竟然直接头铁了起来。那就算死我也认啊！太祖为什么？在您眼里我也不如大哥吗？靖难之役是我几次冲进敌军之中把我爹救出来，多少次难啃的骨头都是我带头冲上去的，我拼了命，凭什么这太子之位却是老大的？一旁的朱棣听到有些不好意思了，靖难之役的时候不断的画饼让老二拼命，论功劳确实不小。太祖，我就是不服气。再说了，您怎么就知道我会因为储君之位死呢？是老爷子答应我的太子多病，汝当勉励之，这话我可是时刻记在心里。一旦自己亲口承认了说过的这些话，这老二也算是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了。朕说过这话吗？没有。朕听不清。陛下没有说过，是我在乱说。太子之位是朕亲自定的，朕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太子。太子已定天下，可安，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你不是问咱为什么笃定你未来会因为这皇位而丧命吗？因为在史书上这就是你的结局啊！朕让你放弃幻想是在救你。什么叫史书上的记载？你们就不好奇为什么太祖明明驾崩多年，却突然出现在你们面前吗？你们不觉得太祖过于年轻了吗？因为太祖是从洪武15年而来的，这一位就是能够穿越时空的赵先生。赵先生来自大明600多年的后世，对于咱们所有人的未来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你小子因为不服气出兵造反，詹基念你是亲叔叔的份上留了你一命，可你却不知悔改，故意激怒詹基，最终被放置缸中活活烧死。老二，你难道还想要这样的结局吗？老大，你够狠啊！不是老二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会没关系？老爷子走了，你自然是皇帝，没有你的授意，朱瞻基这小子敢杀我吗？这我不是。老大往我心里还把你当兄弟啊！我曾想着，若我真能抢了你的位置，就算我登基，也绝对会留你一家的性命。没想到你却如此狠心，老大，我一直觉得你太过于善良，没想到是我看走眼了。爹，这不可能啊！就算我登基，就算老二造反，我知道您不愿意看我们兵戎相见，我绝对不会杀了老二的，我绝对不敢啊！你造反，老大没有杀你，还原谅了你。不过老大登基10月之后就驾崩了。詹基当了皇帝之后，你自然更加的不服，想要造反却又没成功，被囚禁后还故意挑衅，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。不是我怎么救？爹，你别太担心了，这赵先生有大本事，定能救你。大侄子心够狠的啊，还不是被二叔你逼的。够了，老二，现在你知道朕为什么要你放弃不该有的幻想了吧？等北征过后，你就去就藩吧，朕就是想你好好的活着。好。爹，你觉得老二他真的甘心吗？这小子就跟你说的一样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虽然嘴上答应的痛快，可是从他的眼神中，咱依旧看到了火光。就算真的就翻，他也不会放弃的。一旦有机会，他肯定会想办法回京的。是啊，老二的性子绝对不会就这样放弃的。这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都是我的儿子，总不能真的囚禁他吧？若是妙云在就好了，这小子从小最听妙云的话了。赵先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想让我带他去见徐妙云？洪武15年，妙云他还活着。妙云说话可比我这个当爹的管用多了，所以能不能麻烦赵先生帮个忙，把洪武15年的妙云带过来？
让他们见一下燕王妃没有问题。不过燕王妃毕竟是个女子，带她过来不方便，不如我将她带回洪武15年吧。朱棣有些失望，其实他也是有私心的。他想着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见一见徐妙云。即使他很清楚属于他的徐妙云已经死了，就算见到了洪武15年的徐妙云，也只是解一解自己对妙云的思念罢了。也行，不过是否能够把老三也带上？老三这小子看似就是个跟屁虫，可是实际上他的心眼比老二都多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冲在前面，总是怂恿老二去做。他也应该被好好的教育一顿。这没问题，正好我也想回洪武年处理一些事情。老朱，我暂时离开，你一个人没问题吧？说的好像你在就能照顾咱一样，不都是咱在照顾你吗？况且有老四在这里，你可以放心。不过你穿越时空不是只能带一个人吗？这不是用多了，对于这能力稍微熟练了点吗？现在带2个人完全可以做到。不过我今天才使用了穿越门，如今还需要休息半个月才能使用。那样正好，筹集粮草也需要时间，这样一来一回，等老二回来正好可以跟着一起北伐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忠告，我记得朱瞻基有一太孙平姓孙氏吧？孙平自幼与我相识，在永乐15年与我成婚。若是可以的话，别太宠幸他了，最好的话也别跟他留下子嗣了。赵先生，你乃是太祖带来的奇人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羞辱我。孙平乃是我心爱的女子，为何我不能与她拥有我们的子嗣？你激动个毛线？长哥说这话自然是有道理的，听长哥解释不就好了？